这个时代物质极大丰富，普通人的物质和视听享受，手机、空调、冰箱、饮食，已经超越了几百年前的帝王。但问题在于，人们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比例反而更高了。虽然各界人士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效果都很有限。2500年前，世尊反复强调，解决的方法是密户六根。我们继续学习杂阿含卷11第277经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有不符合律仪的行为，有符合律仪的行为，你们认真听，好好的思考，我为你们解说。什么是不符合律仪的行为呢？就像不能密户眼根，所以眼识贪着色尘，因为贪着，所以升起痛苦，因为痛苦，所以无法专注安定，因为无法专注安定，所以不能证得如实之见，因为不能证得如实之见，所以不能远离疑惑，因为不能远离疑惑，所以被误导，时常处于痛苦中。不能密户耳鼻舌身意五根也是这样，这就是不符合律仪的行为。什么是符合律仪的行为呢？就像能密户眼根，眼识分别色尘，但心不贪着，因为心不贪着，就能继续安住于安乐中，因为安住于安乐中，就能专注于安定，因为专注于安定，就能有如实之见，因为有如实之见，就能远离疑惑，因为远离疑惑，就不会被误导，就能时常安住于安乐中。密户耳鼻舌身意五根也是这样，这就是符合律仪的行为。这里说的律仪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制定各种条条框框，在巴利本中说的是不放逸。根据上下文的意思，重点就在于密户根门。其实人类所有的瘾是不是都是没有密户根门？烟瘾、性瘾、手机瘾，之后还会讲毒瘾和酒瘾。人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想虐待自己，谁会想让自己痛苦呢？大家都想得到快乐，但结果几乎让全人类都处于痛苦中。只有密户根门，放舍这些瘾，才能从欲望的牢笼中走出来，才能真正得到自由。278经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有退失法、不退失法和六胜处，你们认真听，好好的思考，我为你们解说。什么是退失法呢？当眼睛看到色尘时升起贪欲，那位比丘欢喜、赞叹、执着、被束缚，随着色尘而转，他已经退失上法，这就是世尊所说的退失法。耳鼻舌身意这五根也是这样。什么是不退失法呢？当眼睛看到色尘时升起贪欲等烦恼，那位比丘不欢喜、不赞叹、不执着、不被束缚，不随着色尘而转，他就不会退失上法，这就是世尊所说不退失法。耳鼻舌身意这五根也是这样。什么是六胜处呢？当眼睛看到色尘时不升起贪欲等烦恼，要知道这位比丘证得了眼胜处，这是世尊所说。耳鼻舌身意这五根也是这样。如果比丘证得了六胜处，就能断除贪欲、嗔恚和愚痴，就像国王能制服怨家敌人，就叫圣王；能够断除一切烦恼的人，就叫圣婆罗门。所谓的圣婆罗门，只是借用了婆罗门在种姓之中的地位，意思就是真正的英雄豪杰。这样讲有点抽象，打个比方，就像那些沉溺在瘾中的人就是退失法，一旦你真想断瘾，必然会遇到戒断反应和心瘾，心里痒痒的，做梦都能梦到在抽烟，在看黄片，在玩手机。所以有人问，哎呀，我做梦都梦到抽烟，看到异性就有反应，这很正常。你觉察到了，再轻轻把注意力拉回到正确的所缘。如果身体警觉，不随着欲望而转，这就是不退失法，就能逐步从陷阱中逃脱出来。这是中间的过程。一旦建立了新的好习惯，再看到这些情境，丝毫不动心，这就是六胜处。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操作方法。279经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如果对六根不调伏、不守护、不制约、不练习，将来一定会苦恼。哪六根呢？如果眼睛不调伏、不守护、不制约、不练习，将来一定会苦恼。耳鼻舌身意五根也是这样。当愚痴无闻凡夫的眼睛看到美色时，就会抓取外境，沉迷其中，放纵欲望，不合律仪，升起世间的贪爱等等各种烦恼，这就是不合律仪。
不能防护眼根，而鼻舌身意五根也是这样。像这样对六根不调伏、不守护、不制约、不练习，将来一定会苦恼。如果对六根能调伏、守护、制约、练习，将来一定得到安乐。为什么呢？当多闻圣弟子的眼睛看见美色时，不会抓取外境，不沉迷其中，不放纵欲望，安住于律仪中，就不会升起世间贪欲等等各种烦恼。这就是符合律仪，防护眼根。而鼻舌身意五根也是这样。像这样对六根能调伏、守护、制约、练习，将来一定得到安乐。正信心不二，在巴利本中翻译为以正信为友。世尊又说偈颂：如果不密护六根，所行不合律仪，像这样的比丘未来会很苦恼。如果所行符合律仪，时常勤加练习，以正信为朋友，烦恼就不会产生。眼睛看到色尘，无论好坏美丑，对喜欢的不生贪欲，不喜欢的也不厌恶。耳朵听到声音，有好听的和不好听的，对好听的不要贪着，对不好听的也别厌恶。鼻子闻到气味，无论芳香还是恶臭，要以平等心对待，既不抓取也不厌恶。所吃的各种食物，有美味的也有难吃的，对美味不起贪欲，对难吃的也不厌恶。身体舒适快乐时不生放逸，身体不适痛苦时也不生厌恶，平等放舍苦乐，熄灭还未熄灭的烦恼，种种虚妄分别会越来越多。沉溺于五欲追逐中，将进入轮回。看清烦恼的过患，心安住于离欲中，善于防护六根，虽有六境的接触，却不动摇，摧伏一切魔怨，度脱生死，到达彼岸。这是日常用功的地方，道理上很好懂，实际操作上却并不容易。比如当你很累想休息的时候，邻居突然咚咚咚咚钻墙，你在那里念叨：我不生气，我不生气，我忍，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之前我们讲到，即使是世尊阿罗汉，当他们想禅定时，有人干扰，他们也会制止这些干扰。当世尊生病的时候，也要泡澡，也要让阿难按摩，也会请医生看病，也会吃药。这时候并不是简单的身体不舒服，我要忍，这是空的，我不能执着。不少人就是因为错解了，所以陷于越来越被动的境地。但同时，对于别人的诽谤，阿罗汉的确不生气；对于好吃或者难吃的食物，阿罗汉的确没什么挑挑拣拣；对于生活中遇到的逆境，他们的确能忍劲面对。他们生活很简约，少于知足。一切因缘所生，对于合理的需求、合理的权益，那就去处理、去争取。你只是生气、抱怨、不满是没用的。如果处理不了，那就接受。当你真的很清楚自己想求什么，而不是随波逐流，我要豪车，我要名表，我要大别墅，我要游艇，我要妻妾成群，你负担得起，那当然好。如果你已经倍感压力，这些只是多巴胺的诱惑，只是过眼云烟。有人问，我怎么知道自己在烦恼呢？我怎么知道自己愚痴呢？好问题。当情绪在波动时，不管是喜怒哀乐，你要注意观察，是贪是嗔还是痴，具体的情绪是什么，引发情绪的事件是什么，引发情绪的观念又是什么，这才是我们日常用功要下手的地方。280行，僧宿指印度黄檀。当时世尊在居萨罗国行走，住在平头城北边的黄檀树林中。平头城的长者和百姓听说了这个消息，都出城来拜访世尊，向世尊顶礼后退坐在一边。世尊跟平头城的婆罗门长者说，如果有人问你对什么样的沙门婆罗门不应恭敬尊重礼敬供养呢？所行出色行，这所做的掺杂的烦恼，你要回答，如果沙门婆罗门眼睛看见色尘，不能远离欲望贪爱，不能远离渴求想念，内心不寂静，所行不如法，掺杂的烦恼，耳鼻舌身意五根也是如此。像这样的沙门婆罗门不应恭敬尊重礼敬供养。如果他在问，为什么对他们不应恭敬尊重礼敬供养呢？你要回答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时有烦恼，身心不寂静，
他们和我们也一样，我看不出他们有哪里做得更好、更高明的地方，所以我不应恭敬、尊重、礼敬、供养这样的沙门婆罗门。如果他来问，对什么样的沙门婆罗门应恭敬、尊重、礼敬、供养呢？你要回答，如果眼睛看见色尘，能远离欲望贪爱，远离渴求想念，内心寂静，所行如法正确，不掺杂烦恼，耳鼻舌身意五根也是如此，像这样的沙门婆罗门应恭敬、尊重、礼敬、供养。如果他来问，为什么呢？你要回答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时有烦恼，内心不寂静，而这些沙门婆罗门没有烦恼，内心寂静，所行如法正确，不掺杂烦恼。我看到他们的确做得更好、更高明，所以我应该恭敬、尊重、礼敬、供养这样的沙门婆罗门。如果他来问，那些沙门婆罗门有什么行为、什么相貌、什么特征，你们才知道他们已经远离贪欲，或者正在调伏贪欲，远离嗔恚，或者正在调伏嗔恚，远离愚痴，或者正在调伏愚痴呢？你要回答，我看见那些沙门婆罗门有这样的特征，住在寂静处、树林中、偏僻的地方修行，远离名闻利养，远离女人，亲近喜欢独处和禅修的人。在这样的地方，眼睛就不会因看到色尘而升起贪爱，也不会因耳朵听到声音，鼻子闻到香味，舌头尝到味道，身体的接触而升起贪爱。林中树下，这些都是在当时时代和环境下的选择。现在你不一定要到树林里住着。你住女人，这是说比丘圣者远离男女情欲。到现在就很复杂了，即使出家，不管你是哪个宗派的，恋童的、同性的都大量出现。所以关键在于选择寂静之处，身心不放逸。否则即使自己猫在家里，一天都在那里刷手机，只会让你虚度生命。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有像这样的行为、相貌和特征，你就知道他们已经远离贪欲，或者正在调伏贪欲，远离嗔恚，或者正在调伏嗔恚，远离愚痴，或者正在调伏愚痴。婆罗门和长者们回答说，真是奇妙，世尊您不赞叹自己，也不诽谤别人，只是正确的解说法义，从跟尘实相处是不是起烦恼，来分别染污和清净，并细致地讲解了缘起，这就是如来、应供等正觉所说的。这就像救起了溺水的人，给愚痴的人带来了光明，给迷路的人指明方向，在暗室点燃明灯。世尊也是像这样，不赞叹自己，也不诽谤别人，只是正确的解说法义，这就是如来、应供等正觉所说的。世尊的教法非常现实，并不是你穿上那身袍子，我就要给你顶礼膜拜。搞身袍子不容易吗？拼多多100-200。也不是只看他们说了什么，会长们写的书、念的稿都是清北博士、硕士捉刀，会长负责念稿和风花雪月。如果你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，我为什么要向你学习？靠你加持吗？世尊的教法不会让你轰隆轰的搞各种仪式，做各种祈祷，让你信我者得永生，也不会让你猜各种让人困惑的谜语，或者今天跟你说乌龟是王八的化身，明天跟你说王八是乌龟的转世，也不会跟你说你死后我会来迎接你，或者再过84000年你就能变成一个老妖怪。他的教导简单实际，只是帮助你熄灭烦恼，得到幸福和自由。好，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能密护六根，得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